好，那么中央研院院士陈培哲呢，70个学者发表声明了哈。那这我刚刚看到70个学者里面有不少原来立场还蛮偏绿的哈。那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不是立场问题，有的是价值的问题啊。就像我刚刚讲内政部长就说啊，你们讲话都是亲中的，其实这个两回事情哈。那这个中央社的新闻稿，中央社其实很多人在看啊，在定啊哈，我们也定啊哈。照理讲，中央社应该很公正，你是国家的通讯社，你不是政党的通讯社嘛。但中央社没有不报这个新闻，也报了这个新闻。但是呢，他把人家批评的说戒严时代的思想审查，他把戒严拿掉了，变成时代的思想审查，是什么意思啊？是时代的思想审查就应该这样子吧？所以我们看了真正的原文是联合报，就是戒严时代的思想审查。那你中央社到底是怎样？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你已经自我审查了，是不是？哦，你是民进党的中央社嘛？你拿的钱是政府的预算呢。好，那么这个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培哲、等75个学者发表声明说，戒严思想审查已经降临了。哦，你什么意思啊？是吧？这不是跟戒严时候一样吗？啊，我还记得那时候戒严时候，国民党的辩解了啊，就说呢，戒严有什么了不起的？没影响一般人生活，只有3%的地方有戒严而已，那就被人家批评3%，那是关键的3%。是关键的3%，比如思想审查、言论审查，就是关键的3%。那民进党现在呢，反正学共产党、学国民党都会学啊。那另外呢 ，TVBS 做个民调了哈，说呢，赖清德不是公布了国安17条嘛？那到底怎样哈？那而且快520了嘛，快1年了哈。那对赖清德满意的哈，大概我也是差不多就是反正40%上这个40%、37到40看这样子。但是他不满意的从35变40%，不满意的增加了。那这就是民进党的基本盘嘛。从某个角度看，40%，他选票不就拿40%吗？就这样，他讲什么都对了所以他也要巩固，他用这个要巩固他的40%然后呢，这个没意见的，这个人大概也不会去投票了，基本上就没意见，投票率80%就不错了那另外呢，行政院长那满意度从34掉到33，不过这也不能算掉了，我觉得差不多了。但是呢，不满意从34增加到40，这就有意义了这有就是说在统计学上是有意义的。那另外呢，这个中国到底是不是境外敌对势力了然后呢，这个好，那大陆已经是反渗透法定的境外活动势力，同意的43%，不同意的38%那另外呢，到底要不要军事审判？同意的60%，不同意的25%。所以最早的时候传出来，国民党要用这个反军事审判作为公投停泊，所以一定会输，一定会输。为什么？第一个，军人就很少嘛，一共你当军人才那么10几20万，大部分人根本不痛不痒，那跟我们没关系嘛。而且军人军事审判是对啊，没错啊，等等，所以基本上大部分人也不会反对了因为事不关己嘛那果然调查出来也是这样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的这个两岸关系能不能会变好那这个认为会变好的只有5%，认为会变坏的有41%，所以基本上他的脑筋还是清楚，就算是支持赖清德的40%，也认为不会变好。不过当然有些人觉得不会变好，变坏对台湾不好；有人觉得不会变好才好啊，就是要打有什么关系？所以认为大部分人都认为会变坏，认为差不多的也41%然后这个呢，朱立伦说呢，赖清德是不是台湾的民主麻烦制造者？同意的35%，不同意的49%那另外呢，这个就是看这个年龄的这个交叉分析了年轻人满意的降低很多，不满意增加很多。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说年轻人都是民进党支持者，年轻人显然有他们自己的想法，你们搞这个国安法啦，搞这个什么服兵役要延长时间等等所以呢，年轻人觉得跟他们这个比较有切身的这个关系，我们看一下。两岸剑拔弩张情况也反映在 TVBS 最新民调，被问到怎么看两岸关系走向，从赖总统上任后认为会变好的维持在5到6个百分点，觉得会变坏的则从520就职时的30%增加到宣布17项国安策略后的41%。另外，现在有45%的人不满意赖政府处理两岸关系，但有40%满意，倒是有43%的人同意总统说的大陆已经是反渗透法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不同意有38%，差距5%。我相信赖总统的一些国安主张，经过民调，人民的支持是够的，而且是有力量的。6
可见这份民调，因为满不满意两岸政策是一回事，但针对赖总统的国安政策，41%支持，34%不支持，差距7%，更有60%的人赞成修法恢复军事审判制度。只是问题回到对总统表现满不满意，却呈现5-5波，正反都是40%。而针对民调细节，总统府截稿前没有回应。另一头，针对国民党主席朱立伦批评赖总统的做法是成为麻烦制造者，35%同意，不同意高达49%，差距14个百分点。蔡英文总统任内的洗礼，那大部分的民众已经习以为常，这种两岸之间这种兵凶战危。面对对岸不断恫吓，民众的忧虑和对威胁的厌恶很明显。被检举啊！好，我们看到这个民进党哈，他现在中央定一个议员的责任额了哈，影响你有责任额哈。那责任额就是你当时你当选赢的票的30%，你要连署过连这个东西。第二，因为他怕2阶段连不出来，2阶段不容易啊，2阶段有10%。那当时基隆谢国良的时候，1阶是过了，2阶是过不了。后来呢，那个民进党秘书长才下去林右昌，然后呢，要议员都设联署站，因为议员下去设联署站才过了2阶的10%哈。那所以呢，2阶他们现在1阶过了很多嘛，容易嘛1%嘛，2阶10%不容易，所以呢，党中央提出来，民进党议员当选票的30%的责任额，但是罢免团体哈反应冷淡了，罢免团体说，哎呀，这作用不大了哈，连柯建铭也当场反对，说呢额度应该无上限呐。哦，而且大罢免如果没有过，明年我们就不用选了。2022选什么东西啊？哦，那什么叫做责任额呢？比如说我们来讲，说台中，因为台中现在是民进党的这个重点选区了。比如说廖伟翔，他在台中第4选区，那这个3个议员哦，加起来有的要拿出5120票，有的拿出4600票，加起来就15000份联署数，就15000份啊。那比如说罗廷伟的选区有4个人。4个人呢，加起来也是15000票啊，反正就那另外呢，这个杨琼英的选区，因为当时呢只有2个人参选，所以每个人得的票比较多哦，所以呢一个就要连署到6328件，一个连署到5320件，反正就是你当时选议员多少票，30打3成，你3成总会拉到吧？你拿那么多票，你3成拉不到，你搞什么鬼啊？来，一翔，你都分几成啊？我也是分3成哦，我大概是要交出15000张啊，5500张票了，哦，那5500才联署单了哈。那我觉得重点是这样啊，就是说，其实党部有没有律定这个，我觉得已经不是重点，重点是就算没有律定的话，我们作为地方的议员，尤其是跟基层互动，其实也都有压力要去做了。所以我早就预言说，这大罢免一定会走到最后的，甚至于说最后政党大概都会投入相关的一些资源，因为事实上从民进党而言，这是民意的压力啊。就是如果我们不去做这件事情，反而民意会觉得说，哎，奇怪。这个明明啊，大家认知是攸关国家的未来，那你怎么没有去投入呢？哦，所以其实我们事实上，我相信民进党的地方议员都会全力的投入，因为这个攸关自己的政治，但是也攸关对于国家未来的设想。可是我也想要用这个机会稍微去回应一下，因为雅雅事件的其实我认为雅雅事件跟这个所谓的这个他是不是中配，其实完全无关的。老实说，其实我觉得比较攸关的是什么？第一点，暴力。武统其实就是一个暴力的行为啊，其实你也可以支持和平统一啊，也有政党支持和平统一，也不会受任何制裁。但是你呼吁武统这一块，我觉得真的就是一个开始大打问号。怎么会用武统？怎么会是想要这个对岸，无论你认为他是友善或者敌对，是来攻击自己国家？第二个，其实你去看他的主张，包括过去备份里面，他其实要消灭中华民国。他其实讲说，有一天我醒来，而且是针对这个联合利剑的军演。那有一天这个醒来之后，看到我们满街都是这个红星旗啊、5星旗哦，我会感到这个令人开心啊，对不对？那针对这个说这个中国打来的事情，他说这个有时候要找时间像打小孩一样、打孩子一样，要找对的时刻。我说我觉得这个是超越蓝绿。这个如果今天是蓝的爱中华民国，看到说我们希望满街取代中华民国变5星旗，我觉得他也不会接受。所以。就换句话说，现在看到很多的政治议题，其实我并不认为说有这么清楚可以分说，今天就是民进党的主张，国民党的主张，包括刚刚其实展现的这个民调很多的主张，其实这都已经超越蓝绿的本身了。包括这个要恢复军事法庭这个部分，你说民进党有这么高的支持度吗？也没有啊。包括这个17的这个赖清德宣布的这17个措施的部分，
其实这个也都是跨越了我觉得蓝绿一些基本认知，所以我觉得针对国安、针对两岸、针对有一些部分的尝试，甚至于保卫国家主权基础的一些底线，其实一定不是这么清楚可以用蓝绿作为分歧的定义。有些是可以，有些是不可以了啊。那比如说像刚刚那个赞不赞成那个这个恢复军审6成以上，国民党都有4成都赞成哎，也有提案啊，国民党的立委也有提案啊，本来就有提案，在这个外交国防委员会也有提案。其实它的内容不一样了哈，就是国民党的那个恢复军事审判，它主要在这个军中的纪律的部分哈。因为我引述这个刘湘斌将军啊，他讲就是说这个军中呢竟然没有军法啊，这连帮派都不如哈。所以说，本来就是在这个军中呢，他这基于军中的纪律管教，他需要有这个军事审判，但是呢，跟赖清德他只专注于啊，要针对就是说军中的什么间谍罪啊，那样子的一个行为，甚至于呢，沈伯洋呢还提议呢要开设这国安法庭哈，来扩大对于民众的这种言论这种审查，这个是不一样。但是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民众其实搞得不是很清楚了哈，特别是针对有关于境外敌对势力的部分哈，你看现在有43%的这个民众呢同意大陆呢是反渗透法定义的境外敌对势力，不同意的有38%，19%的没有意见。我觉得绝大部分的民众不太清楚，当你把这个大陆呢视为境外敌对势力的时候，它代表的是什么样的意义？你把它当作是一个敌国，可能我们就是会要有相对应的所有的一切的这些的法律哈，来去惩治呢内部的这个内部有这些敌人跟这个外敌这勾连嘛哈，它对于人民的思想、言论、行动呢都会产生极大的这个限制。但我觉得民众是不太了解了。对，不，一般人想到说你的飞弹对着我们啊，没事来演习啦等等，你这不是善意嘛？这很直觉的反应就是这样子。但是我讲两岸的关系很特别了，哦，有时候常常你觉得好像亦敌亦友，哦，那敌的确啊，他这么绕着你，他不敌吗？那有呢，没事让你赚那么多钱，敌人会让你赚那么多钱吗？所以这个到底什么关系哈？那我们只希望说有的部分多一点，敌的部分少一点，而不要敌的部分很多，有的部分很少。那我们看哈，赞不赞成军法审判？国民党有45%是赞成的，反对只有41%，民众党更多，赞成有53%，反对只有41%。哦，所以基本上那民进党是都赞成了，哦，87%的赞成哈。所以呢，从某个角度看，民进党的支持比较有政党意志。国民党跟民众党的支持没什么政党意思，从这边就看得出来。休息一下再回来。傻男子。好，国民党跟民众党昨天发动夜袭，哦，韩国瑜不是最喜欢夜袭嘛？啊，那军歌了啊。那他们偷渡不是那个攻击两岸的反废死、反戒严这2个公投案，哦，说去2读了。就是一般如果要照联署，可能来不及了时间，但是呢，立法院只要通过这个中求会，就必须要去公投这个案子啊。那民进党就是誓死反对，开始霸占主席台。后来不知道为什么到下午呢，说可能选区也忙啊，什么就回去了。没有，他们认为到6点，就他们的议事规则，他们认为议事规则到6点就应该要结束。他们是认为他们用议事规则20条，我们是用22条，是不一样的法规。我今天看像什么刘世芳他们都讲说呢，院长叫我们走了，我们就说散会了等等。没有这回事。那到底怎么样啊？好吧，反正就是公投2读了，2读。那民进党为什么要反对呢？因为民进党原来的规划是公投绑罢免，因为光罢免可能人数不够，但公投也许反正就互相激荡嘛。那国民党说好吧，你搞公投，我也搞公投。民进党现在说不一定哈，我们罢免可能在7月哈，公投在8月23呢，时间不一样，所以不绑在一起了啊，好吧？所以呢，这个民进党就说我们现在也没废死政策啊，现在也没有戒严，你反什么东西呢？哦，所以你不成案呢，但是因为立法院通过就成案了。如果说不是立法院送到中选会，这个案子可能就被打掉了哈。那吴思瑶就说呢，这是挺难的假议题哦，而且呢，为什么韩国也不处理游志斌哦？反正就这个事已经吵2天了哈。那问题是游志斌他是拿这个什么公民记者，就是那种这个社群媒体的这个公民记者，
那当时你苏家全答应开放啊，本来立法院很严的，你这媒体什么记者都要开始要申请的，那你开放让社群媒体记者来，那个时候可能对你有利啊。然后呢，现在社群媒体记者进来，游志斌就拿社群媒体记者，他也不是什么这个主要媒体，就是社群媒体嘛。那他直播当然很多人是不爽了，而且那边骂这个批评这个绿的这个立委了等等。但是问题是他在那个旁听席上，那他也没有到你的议场里面来，而且你让他进来啊，那你有说不准在现场直播吗？有没有这样的规定？有当然不行了。那有就要照规定处理，如果没有的话，或是规定很模糊的话，那你要怎么处理它呢？他们就认为韩国瑜包庇了这个游志斌就去闹韩国瑜那这个吴思耀说你们蓝白叫狗急跳墙，而且这个会议是无效的，我绝不背书什么公投不公投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就把那个秘书长周万来，因为他是议事专家，他的著作丢给他。用他的著作丢给他，你写什么书然后呢，说国民党每一个都尖嘴猴腮，尖嘴猴腮尖嘴猴腮柯建铭说呢，而且他拿那个拐杖那么打，桌子我敲坏我赔，有什么了不起？多少钱呢然后呢，这个反正大家就笑那个周安来的书那黄国昌就说柯建铭是地下院长吗？什么意思那你怎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呢，这个卓荣泰跟韩国瑜在谈话。结果柯建铭把他拉开了，那么你比行政院还大，比立法院还是大吗？那民进党团呢冲到韩国瑜的办公室讨公道，说你怎么可以这个趁我们不在去表决通过等等那另外呢，国民党的幕僚就说，那中选会不是说没效力吗？为什么沈伯洋讲我们推的叫做卖国公投呢？奇怪了，反废死是怎么就是这反戒严，这跟卖国有什么关系？是怎样？是中共也有废死啊。中共不是没有废死，他枪毙的人比你还多很多那另外呢，这个民进党说蓝营是自己给罢免添柴火，你这样搞我们更增加我们这个相骂本了等等好吧？那另外呢，现在民进党团在议场前排班要排48个小时，他们这边排班，说礼拜五呢会为议事录大战，因为立法院必须要通过议事录以后呢，才算是通过这个案子我们看一下。会议表决无效。浩浩荡荡冲到立法院长韩国瑜的办公室，民党立委们要抗议的就是25号晚上的这一件事。本案逕付二读。国会夜袭闯关，韩国瑜在晚间7点42分宣布反废死、反戒严2公投案逕付二读，另外普发1万元特别条例等也送委员会处理，但后续要质询，台下却不见各部会首长身影。经本院2次通知，均未列席备询。本席深表遗憾。晚间8点46分，韩国瑜撂下重话，就是等不到阁员回来询答，谴责行政院院长藐视国会，来践踏宪政的权力分立机制。对此，行政院的回应依立法院议事规则，开会时间到下午6点，相关程序皆依规定进行。会议时间结束后，卓院长向韩国瑜院长道别，并获同意之后，在下午6点15分离开立院。你当作我们都白痴是吧？时间超过个开会有准省，你是配啥个仔呀？周万来就是周乱来。你自己写的书，对，站哪一上？但这跟在野党的说法显然有差距。卓荣泰跑来敲院长休息室的门，我正坐在里面跟院长说话，结果柯建铭在门口把卓荣泰拉出去，冲进来院长休息室大暴走。到底谁说的算？一场院会扯出各种案外案。孟凯，到底怎么回事？没有夜袭，因为我们没有席，而是我们昨天到了6点之后都持续在那边等待开会。为什么这件事情其实非常的荒谬的地方在于是第一次有执政党的委员阻挠总质询的进行，不让行政院长上台备询。上个礼拜五，因为5·2一次会，上礼拜五卓荣他要上台备询，我是这一次的质询委员之一，我就准备好资料，坐在台下等到卓荣他要质询，但是没有啊，因为在总质询之前有所谓的报告事项，而报告事项处理第一案，也就是所谓的反废死公投的时候，已经大体讨论跟发言，民进党的委员也已经登记了20位左右，发言完到最后，突然间他们就借
小题大做，借故事端，然后就上去就霸占主席台，然后造成说整个议事没有办法继续进行下去。而所谓的这个公民记者，我也讲说我没有反对来清查公民记者啊，因为这是2016年苏家全院长所开放的一个条款，让所有公民记者都可以进来。而现在，赵大哥您知道吗？有多少个公民记者在立法院登记有案？听说立法院给我们的资料2100多位，对，2100多的公民记者，那到底是谁？那是不是应该要做一个清查？因为过去民进党8年立法院多数的时候所滥发的这些记者证，我也同意，我也支持说利用这个机会，韩国院长好好清查一下。但是有没有处理？有处理啊！我们也看到是说他这个游志斌的这个记者证也已经被立法院取消了。所以昨天9点钟一开始的时候，韩国瑜院长要在主持会议的时候，民进党也不听。也故意假借事端，再一次的就是杯葛议事，所以他们占据主席台。但占了主席台之后，就一直到下午6点钟。6点钟我们也还在台下等，突然间他们自己就制作小聪明了啊！6点了，散会了，他们自己就包包宽宽的，他们就自己走下来。我们连发动攻击都没有，我们就看着他们突然间自己就收拾书包，自己就回家，好像这个打卡下班一样。那根据立法院的议事规则，如果说在总质询期间，它是一次会的，对，5-2一次会，但是在总质询期间，它是得延长开会到质询完毕。对，因此我们昨天才会是说，既然总质询时间当然可以持续开会，也因此院长在秘书长以及我们议事规则全部都确认之后，在昨天晚上持续来开会。那开会的时候，其实民进党的干部也在啊。照理讲，如果说你也看到我开会的话，你赶快回来开会。不是啊，他们变成他们不愿意开会，然后就几位啦，这个吴思瑶啦，这个几位他们的委员就好像已经有预谋了，就是拿牌子讲说会议无效。但他们除了会议无效，除了在攻击异常以外，他们没有任何建设性的讲法。所以我们讲说，立法院是一个比人头的地方。你如果说你人头你有办法比得过的话，那我们当然就是用表决的方式，或者说我们用持续会议的进行。可是你霸占了主席台，然后你自己又先离开，然后你又不让别人开会，然后我们真的开了会、开晨会的时候，你又说不算数。我觉得不是所有事情都是民进党说了算，这一点真的让所有观众朋友看到，就是民进党现在真的是为所欲为，把法令规则于无。那真好，我觉得去闹这个韩国瑜讲游志斌的是借口了。他为什么反对公投？没错。他们为什么反对公投？他们不是已经告诉大家，就说这个公投不管怎么样，这是无效的公投嘛。然后今天沈博阳出来告诉我们，如果我们用这个公投的话，那到时候我们立法院，因为目前为止，如果要戒严的话，就必须要通过立法院。以我们这个法规来看的话，那就会造成，如果说我们的总统要有临时要来做这样的决定的话，那当然就会立法院绝对不会通过啊。所以他们一定要准备戒严吗？他们就觉得说，万一有中共要犯台的话，我们通过这个公投的话，就会让他们有一个空间，因为没有办法让赖总统可以立刻做这样的事情。可是这跟我们的公投的意识是完全不一样。我也不想他们欧龙谁的写的公告一堆 key， 那我也不觉得就是说他们都已经认为说这是无效的公投，他们的中选会的主委都已经站出来讲了，然后已经信誓旦旦够啊，已经要脱钩了。所以说好像把这个公投当作是已经是完全不需要的。可是我也不懂他们为什么从昨天到现在，游志斌就是一个公民嘛。他就是一个公民，你有必要为他耗了2天，而且礼拜2的时候是卓院长从头到尾就坐在那个地方，你就在那边空耗，我们也不能理解。说实在，包括绿营的委员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为这件事情空耗到那里边。不过他们真的是认为这个议会到这个6点就结束，这是他们打从心里认为，所以他们就认为这样边就可以走了，所以他们才因为这样的认知，所以他们才就会说认为我们后面所通过这个部分叫做无效的。那这个部分里面，我们也是同样用22条，好不好？孟凯刚刚讲得很清楚，他们只少了一段。他刚刚也是用22条，如果在总质询时间的话，要到委员质询结束之后才算数。那问题是总质询时间呢？我们委员苏清泉坐在那边是等了半天了，等大家回来给他质询这是他的权益，你没有尊重到他的权益，所以我觉得到礼拜5的时候，势必又会是一场非常大的一个战争。不过民进党委员目前为止已经坐在这个议会的门口，我们还是要给他肯定，因为毕竟他们已经学会排队，不像上去是夜袭，然后把这个门打开，然后把自己5人关在里面。今天总算学会排队，给他们鼓鼓掌，因为这是一个民主程序，好不好？接下来再回来。好，
柯建铭呢拿那个拐杖敲，结果呢那个拐杖品质不好断了，还是柯建铭呢力量太大把拐杖弄断了哈。那拐杖蛮危险的啊，如果你扶到一半断了怎么办哈？徐小新说呢，徐小新这个很衰了哈，就被那个断的拐杖打到。他说人生第一次去验伤哦，从来没有去验伤。那另外呢，连陈玉珍都说我看完呢赶快躲远一点哈。那另外呢，这个万老师叫做郭玉琴还在一旁直播助阵，也差点打到他突然飞来这个折断的打断的拐杖。那另外呢，这个柯建铭拐杖弄断了以后呢，还盯住韩国瑜，也没有道歉，只说把拐杖还给我。那韩国瑜就说拐杖不能再用了，这变成武器了，而且你半截拐杖你能干嘛？你能扶吗？所以柯建铭说他们把我拐杖这个违法没收了那另外呢，徐小新去台大医院验伤，拿着伤单所以要提告，因为呢有大片的淤青在手上。那柯建铭就说赶快来告，你是做伪证是要关的，当然要伪证，你真的打到人家，你赶快道歉吧，还做什么伪证呢？而且台大医院会给你做伪证吗？韩国瑜说侥幸委屈了，好好保重你的身体啊。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说呢，这个柯建铭民进党有3个，第一个呢，这个卓荣泰不遵守宪政分际，藐视国会另外呢，这个民进党委员呢，这个居然杯葛他们自己的行政院长上台。另外，以前是国民党，以前就是反对党杯葛了。以前国民党院长的时候，民进党杯葛不准你上台，那民进党院长呢，国民党会杯葛。那现在呢是民进党不让他们，就是说，因为你杯葛意思，院长是上不了台嘛，带了文武百官之后你们枯坐。另外呢，就是说柯建铭在国会这个使用暴力，用拐杖我们看一下。柯建铭拿着拐杖朝着桌子一敲再敲，下一秒拐杖直接断裂砸到眼前的徐巧芯。视障者治的是武器啊！投票的赶快投。国民党立委赶紧围上来帮忙查看徐巧芯的伤势。尽管民进党立委郭国文上前想要还家，但柯总召这口气还是吞不下去。可以打人了，可以打人了！柯总召可以打人了，你可以牵我了，这个被拿走了，不要欺负郭国文委员。连自家立委郭国文都被柯建铭拿拐杖打了一下，会这么气，就是因为国民党团25号院会表定6点休息后，晚上7点18分跟立法院长韩国瑜回到议场，夹人数优势表决通过反废死、反戒严公投提案，进赴2读后交付协商，让民进党团气得冲进议场。你拐杖干嘛？你拐杖还人家，杀人工具还人家，伤人工具。连郭玉琴也似乎被柯建铭吓了一大跳，撞击力很大，撞击力很大。秀出自己被拐杖砸中的淤青，国民党团要把柯建铭送纪律委员会。他已经当下进入了一个疯魔状态，而且疯起来连自己都打。就他每敲一下我们的那个议事台都是洞。他们昨天领借我还你，到时因为他们结束才还我，然后是后有私人物品违反刑责，我要告。最后当然有归还，但柯建铭反过头指控侵占。来，国成。我觉得这样啦，当家不闹事，可是现在当家专门在闹事这是我在立法院的感觉啦那我们就来谈一谈，真的国民党提这2个，当初我们也经过深思熟虑以后，我们会支持这个案。第一个就是不要有死刑的问题嘛，第2个就是戒严嘛。所以难道说你怕这些，就是在准备戒严的预备动作？但是我必须要跟民进党讲，我已经修戒严法第1条，本来你宣布戒严的时候要60天送到国会来，我去修24小时，怕这60天里面发生，把你们都抓起来，就像韩国一样嘛，就像韩国，所以我已经修，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不是中共同路人，为什么？因为你们动不动只要修的不合你们意，就是中共同路人，就是习近平叫我们做，那就很奇怪那就很奇怪。那我是觉得这样像傅崐萁这个案子，什么时候检调变成这种阴钱，变成东厂，这是很可悲的。从柯文哲的案子的时候，我常讲过，今日柯文哲，明日傅崐萁，后天谢龙介，
全世界找不到执政党，还有在这个收手民众党、收手国民党，有人这样吗？好了，你收手那个花莲县政府，我请问一下，依照选罢法79条，地方政府、地方选委会，它本来就是要去查明事实真相，你把它当成他在查水表，全世界找不到这种中央以及检调的这些阴险之作为，所以我还是觉得这样啊，像傅昆萁、像谢龙介，拜托好不好？伪造文书，还有人在收押禁见的，这太离谱了吧？好，你们不是申请花莲法院，你们不是申请什么？申请羁押禁见吗？人家这个处长50万交保，那50万是为什么？是因为赖清德，是因为卓荣泰，是因为民进党，所以可是这件事情，我的判断以后会判无罪，但是要认清民进党在执政根本就是用施华打压异己，以及未来台湾人民真的要小心。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两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就是说，这晚上的会到底算不算数嘛，对不对？但现在已经有许多行政院的官员，包括内政部已经出示当时的开会邀请，写得非常清楚，而且是白纸黑字，就是说开会时间是到晚上这个下午6点整哦，所以这个其实已经写出来。那你6点之后，你说行政官员，他们收到开会通知，确实就要6点啊。那所以他们后来因开会通知上面叙述得很清楚，所以离开了。那你说，他怎么不来开会呢？等等，不来列席呢？可事实上开会通知就是如此啊。所以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觉得戒严的部分是这样。我觉得戒严其实就会是我刚刚提到那种，我认为理性的民众，无论是来自蓝，无论是来自白，或者是来自绿，大家都会可以接受说，一个国家在紧急事件发生的时候有戒严的需求。这个我觉得是可以跨越各政党。那至于说要这个戒严要怎么去因应民意，怎么因应立法院的监督，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另外一番讨论。但戒严它是有存在必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如果要把戒严作为一个政党攻击，甚至于一个公投的议题的话，我觉得未必会达到国民党心中理想的一个结果吧。很明显。现在包括整个卓内阁就进入战斗内阁嘛，你包括主计长，还有包括陆委会主委都去大罢免宣讲了，所以柯建铭总召老柯在立法院中敲他的拐杖，那就很暴力式的，大家也见怪不怪了。他就变闽南话嘛，跟八囧话一样嘛。过去老柯是有谋略的，他有想法的，在立法院纵横这么多年了，他一定有他的高度了。可是现在不是正常的民进党啊，我觉得民进党现在就是跟八囧一样啊，就说为了那么激进，为什么？因为罢免是1/4嘛。过去选县市长、选总统要争取过半的选票啊，所以包括要选县市长的，譬如说王世坚要选县市长的，他的想法就比较趋中间一点。他今天在民进党中常会还建议说民进党团不要假动太多了，不要那么激烈了结果又被老柯修理了。所以这个是这样子啦，大家思考一下，我们现在到底跟戒严的距离有多遥远？好，战争的时候要用戒严，可是要戒严的时候多少侵犯人权？第一个，当现在没有战争的时候，成平的时候，包括掌握庞大资源、快3兆总预算的一个内阁、一个执政党不愿意接受在野党监督的时候，请问卓内阁他在立法院，他有这样接受监督吗？不愿意接受监督，我们跟戒严的距离是不是越来越接近了？第二个，雅雅案是这样子啦，我们不是声援武统，我们不认同武统啦，声援雅雅是什么？是声援台湾的民主自由啊！以前台湾是可以接纳多元言论的，台湾你主张统主张独，曾几何时会这样子？我们过去包括民党人在讲民党朋友讲说，大陆有复查案啊，为什么你不声援？大陆的民主法治跟台湾不一样啊！过去台湾选总统的时候，很多人翻墙来看啊，所以是要让大陆跟台湾靠近，大陆学习台湾。而且现在是台湾越来越像大陆，可以这样子吗？所以我就说，我们跟戒严的距离越来越近的时候，代表我们民主自由、言论自由在倒退。这也是75个学者他们发出声明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呐喊啊。谢谢，再回来。好，
最近检调呢大动干戈哦，那先去搜索国民党台南市党部，还把副主委呢给他压起来哦，然后呢又去搜索花莲啊，先去搜索傅昆萁他们自己个人的什么家啦、场所啦、什么服务处啦等等，然后呢昨天又去搜索花莲县政府啊。那到底什么原因啊？台南市是说有人死人联署，哦，那死人联署只有台南市吗？其他就没有吗？哦，而且只查死人吗？那其他有没有伪造的部分呢？或是错误的地方呢？那是不是全面普查好了嘛？看谁能够逃掉这个说名单都是完全正确的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花莲他们是带民政局长要把他这个压起来，那为什么呢？是说民政局他们把这个这个联署的资料呢去查，到一家一家去问说你有没有这个人这样哈？那有规定不能这样子吗？就是你本来查就是地方选委会的职责嘛，他有各种查法的，有的是打电话，有的是发函，有没有发函去？那本来呢，他们是说呢，发函你不回就表示没有这个人，中选会不行，不回就表示有这个人，这个逻辑也很奇怪了哦。那表示还是要查，你是用不同的方法去查而已嘛。那第一个各自有没有泄露？有没有你给不是公务员、不是跟选委官人，那就不行，你各漏泄露。第二，有没有威胁别人？说哦，你为什么这个要去支持他？你支持他好吗？有没有这样？还只是说你是不是这个人？这是有差别的。当然也有人讲说查他就给他压力，那这个压力也太承受不了。那电话打去算不算压力呢？那发函算不算压力呢？是吧？当然这个你可以说为什么你这样做，你可以不同意他，但是因此把人关起来，把人压起来，哇，这个压人是很严重的。尤其到这个立法院到大学、到党部到政府里面去搜索人家，这是非常非常严重。除非有证据确认他犯了非常严重的罪，什么一个伪造文书啦，一个什么这些东西就把人家压起来我没有看过这样，明明就是司法介入政治，造成寒蝉效应，就是这样。否则你什么意思啊？好吧，那傅昆萁说剧本都写好了你们这照剧本做就是了。那检察官要声押这个民政局长啊，法院裁定50万交保，不需要押，交50万就好了。为什么呢？法院说强制处分的方式就是50万交保就足以代替羁押，就法官也觉得说你这个很奇怪，你这样就把人家压起来，人身自由那么不值钱，在你们眼睛里面要压就压那另外呢，在野党是说了，民进党是不是呢怕二阶段到时候联署不够，所以现在查各县市呢恫吓不可以查核，不能去查。我给你名单就这些，是不是这个意思呢？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看一下。25号晚间，包括民政处长明良珍、户政事务所中信主任以及诚信秘书等7个人移送地检署复讯。处长还好吗？会觉得有没有什么话要说？处长有没有什么话要说？有政治不安的嫌疑吗？民政处长移送时全程不发一语。26号凌晨遭到检方声押禁见，副处长兼选委会总干事则是30万元交保。至于户政事务所部分，主任20万元交保，诚信秘书王姓、辛姓、蔡姓职员分别以3万元还有2万元交保。罢免提议人名册签章的查对是属于花莲县选委会的权责，而花莲县选委会从未委托户政机关查对提议人名册的签章。检方认为明良珍拥有实质影响力，恐怕会对公务员有施压串证之余，传出明良珍等3名主管疑似在事件爆发后删光手机讯息，恐怕有串灭证嫌疑。议员也揭露，包括明良珍2月初在群组内指示查核员查对资料时，务必不要单身，隔天马上收回讯息，涉嫌利用选委会请户政事务所查对罢免提议人名册、户籍资料的机会，逾越法定职权，涉嫌违反个人资料保护法。我们要表达最坚定的支持。坚信同仁依法行政，清白无虞，并且没有勾串、逃亡或灭证之余，以全力配合司法调查。罢免风波衍生查水表的疑云，涉及不法层面有多广，检警持续厘清。如果你说是茶余不法，证据确凿，即使是再小的罪，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啊。可是，在目前就是在弄这个大罢免的时间呢，从一连串过来，包括台南这个市党部的人已经被羁押，然后到目前为止也都还没有放出来。那更再加上之间的这个花莲的这个民政局长，那大家看到这个讯息里面，他那个太不符合比率原则。我们不能说他不能去这个检调，不能够出手，没有，只是在这个敏感的时间，然后呢，你用这样子的一个比例的
部分就把你羁押，然后还把你禁见。这个对大家来说的话，这个刑责上面好像跟过去历届以来，即使是伪造文书，即使是你透露个资，还有包括你看到这个死人联署，过去以来都有在这样的事情。可是现在的刑责竟然是到这个程度，这当然难免会让他觉得说司法的确是司法的介入，而且对于一些好像包括谢龙介，包括这个大家认为是未来是非常有机会能够当选市长的，包括这个傅昆萁，大家就认为说他就是搅乱所有立法院这个所有的这个一帆春水的这样一个头头，所以也难免会让大家觉得，事实上证明，你看今天法院就认为说你就是50万就可以出来，也的确是在减跟调，但之间真的是还是有很大的落差了。因为傅昆萁呢，就是这一次民进党的整体的大罢免的一个粽子头嘛，他就是万恶的冤首，他就是源头啊。他们把这个不少地方讲罢免谁就是罢免傅昆萁，对，就是这样子。而且呢，还有绿营的学者呢，就是公布了傅昆萁呢，他过去这一段时间来跟中共当局，这个是当局哦。我讲的也不是说什么国台办的系统哦，是习近平哦，好像泛意联络，他们把他那个行动哈，以及他在台湾的这个立法的那个细节呢，就这样把它串联起来哈。所有的今天呢，立法院的国民党的委员，在这个立法院的，不管是我倒真是想不通，这个加强这个国会的自主的法案，为什么是共产党指示的呢？一切呢都是因为呢，他要就是去瘫痪，让这个民进党政府呢没有办法做事，然后处处呢掣肘，连删预算都是大陆的指示，他都有这样翻译联络哦。所以说呢，今天呢所有的一切呢，就是要把傅昆萁呢把他打掉哈，他就是呢最大的中共同路人在地协力者哈。然后呢，而且在这个昨天的时候呢，民进党的这个绿营里面，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来头了哈。他们是贴的这个文章哦，表示呢戒严呢有的时候也是维护民主不得已的方式啊。李宗宪是不是这样？李宗宪戒严的学者是学者对不对？学者哈，然后就戒严是维护民主的时候不得已的方式。那为什么那时候国民党搞戒严的时候你没这样讲呢？把国民党骂的臭头，是不是？就是戒严是维护民主不得已的方式。所以说，我觉得他们一切的这些行动，今天呢，去弄那个花莲县政府，这小菜一碟啦。我真的觉得接下来呢，很多呢国民党的这些委员呢，恐怕呢都要一一的被约询了。来一想。其实我想是这样的，就是说花莲这件事情确实，因为查水表大家会很敏感，因为查水表大家会想起说过去用这种恐吓或打压的方式去避免一个人可以去发表他的论述或者参与政治等等，所以查水表我觉得大家会很敏感的。那我觉得既然花莲现在确实有不同的说辞嘛，对不对？罢免团体说，这个花莲的这个是县政府的人员直接穿着背心登门，而去查说，他当时这个所谓的联署单是怎么去处理的。但另外一方面，花莲说，我其实做的事情我本来就可以啊，我是去查核嘛，对不对？那中选会意思是说，你查可以，但你不能去登门拜访。所以这个部分，我觉得既然有悬疑在，其实把它查清楚、厘清清楚状况，我觉得或许对大家也是好的一件事。我补充一下，我不应该这个要准确的哈这样引述。那李宗宪他说，戒严是民主的工具，不是削弱自己，而是保护自由。我想最近看到傅昆萁也好，国民党啊哈，那个战力是蛮强的。另外一个就是国民党跟民众党不放水不妥协，那这个部分，那看看最近民进党，你看小案大办，大案不办，可以看得出来。我请问赖清德，请问一下。还有民进党，这不是施华打压？什么叫做施压打压？很明显，现在有所谓的罢免国家队，你行政院包括卓荣泰领队也就算了，现在司法也要加入，会令人家寒心呢。从一个小小的伪造文书，你可以收押台南市党部主委，还有现在花莲现在在一阶段的查核的部分，依照选罢法，依照相关的法令，本来就事实就可以查核啊，还是说我现在要罢免国民党立委？就不用查核了，干脆自动成案算了，可以这样子吗？而且对在野党来讲，我们有送出了很多，包括我们的联署书啊，为什么到现在都没有通过呢？是不是有所谓的行政杯葛？所以我觉得是这样子啦。罢免国家队还有一个啦，民进党还有一个最大的内应，中选会主委李进勇，从第一个2个公投，他说立法院还没交付，还没开始审查之前，然后他就是2个已经失效了。
那接下来过去在罢免谢国良的时候，李进勇也跑到基隆去做政策指导。所以接下来包括2阶段联署的过程中，有一个李进勇，有一个裁判在里面，请问在野党怎么办啊？所以完全一个资讯不对等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民党真的越来跟戒严越来越接近我最近的气氛真的不好，我觉得我很担忧，整个气氛被搞成这样，尤其司法介入政治，司法去故意入人于罪，是很可恶的。所以南韩那时候一发生戒严的时候，不是民进党的小编还是谁，马上就讲是说哇，这个是他们赞成对，那赞成因为要为了守护民主等等的。好，这凸显什么？凸显说就是在野跟执政的时候，是不是你的心态以及面对戒严这件事情，你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戒严绝对不会是一个执政者巩固自己权力的工具。但拉回来这件事情，你看有没有因人设事，或有没有让各县市政府有产生寒蝉效应？因为现在被发起的罢免的蓝委的县市政府，其实也都是蓝营执政大多数啊，也因此他是不是就是杀鸡儆猴，就是要用寒蝉效应？否则的话，你讲个人资料保护法里